你一间房子30年、40年都绑不能出租，我说我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大家都做不到。各种工作上、生活上的迁移，就是会出现房子控制在那里，你出租又违反规则会被罚，那怎么办？所以解法就变成，那新青安你真的要把它当做跳板，先上车再说。先成家再说，然后只是目的是什么？扩张，买第二间房子的头期款为目的，之后把新青安卖掉，然后换成首购，反正那时候已经办了，然后换成首购，只有这样子才能解说不能出租，你要长期自产的这一题，明白吗？不就这样？不然你一旦发动新青安 ，OK， 30年、40年中间都不能出租，内政部自己都统计，国人平均12到15年要换房一次，搬一次家，你自己看你从小到大是不是这个周期12到15年？结果新青安一绑30年，反人类。对不对？反国民，我们就务实一点，我也不去哭吧这个政策怎样，我们就思考，就反正政策是这个规则，就好像你在打一场规则很复杂的桌游，你光听那个桌游的规则快半个小时了，那你要怎么打？你们弯弯绕绕，解法就是这样。我已经告诉你，现在就年轻人你就把它当成下一间更好的首购房子的头期款扩大之数来用，就这样哦，就这样，这就是目前的版本答案。新青安 1.0 出租被追缴，政府打房再升级，利率暴增加退还补贴。先说结论，我有一个会员是使用新青安之前那个版本叫青年安心成家贷款，现在是新青年安心成家贷款，然后通常被讲作什么新青安 1.0， 反正就是旧版的青年安心成家贷款，15年然后出租，去年被追缴那个利息。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房价崩盘了嘛？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说，政府在追查新青安出租是真的假的？这是我们来聊一个正在发生的事情哦。这也是我会员跟我讲的，真感谢他，因为我真的没想到会有这种事情。这个事情是什么？就是说政府现在追查新青安出租的状况，追到以前的青安哦，以前的青安去看他有没有出租的行为，这蛮夸张。这个会员跟我说，他是15年前办青安的，那时候的贷款额度是800万哦，然后贷款20年。15年前哦，然后他这个月接到银行的电话，然后就跟他说，因为你是用青安，然后你出租，政府查到那个青安贷款，青安跟新青安，那个青安贷款你知道出来多久了吗？它是民国99年哦，也是2010的时候，然后到今年是2025嘛，反正你知道就是刚开办了，他就去申请了，贷款额度800，那时候13、14年前他让你贷800万，这真的是青安，真的是很青安，因为那时候的房价，然后到现在你看800被调成1000，总之就是。他是800万额度的那个时候，第一梯去办的，接到银行的电话说你用青安你出租，政府查到，所以要把房贷利率调成2.55%，之前都是1.67%，还没完哦，因为有调整，对不对？它的那个利率变高，为什么利率要调高？那表示说2.55到1.67这之间是不是政府帮你出的，补贴给你的？对，吐回来，他听上去很傻眼，他是旧青安不能出租，奇怪，那都10几年前的事情，那时候哪来管？我说真的，那时候拿来管，现在是2.0版本才能绑新青安，旧青安、新青安，新青安才绑不能出租，怎么追到那个17年前的青安去？当然他还是乖乖缴，所以你要知道，政府这样做它合法，你听完会觉得很扯，不是说不溯及既往嘛？怎么那个旧青安也要连做，而且要缴回去这样？我就去查了政府的公告，我跟你说它合法，你看这张图，看有画红线的地方就好。青年安心成家贷款购屋优惠贷款基金方案，113年7月5号，对，这就是新青安2.0的公告。然后你看下面这张图，这个公告下半部分哦，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整段念一下。新贷户征提自助切结书，明定若违反规定，将终止利息补贴，返还至违规事实发生日，以拨补之补贴利息，并重新核定贷款条件。至于已贷款旧户，会依个案具体情况，依安心成家之政策目的酌情处理。你看最后一段，已贷款的旧户，依个案具体情况，依安心成家之政策目的酌情处理，写得很清楚哦。你已经贷了人，那我就酌情处理。他没有说什么已经贷款人不在此限，所以他合法。对啊，那他没有说他不清算旧青安，他只有说酌情处理。那你现在也看到了，就被酌情处理的人，我现在看一看这个叫重新发落，好像也没有要求他缴了完整15年这样。最后你要知道，不要跟政府对干，不要跟政府对干。这个事件也再次证明了我们之前讲过的，我们就是怎样跟着政府走就好了，不要在那边想说你可以怎样逃掉各种伞，怎样吃政府豆腐。那像我的这位付费会员我相信他没有想说要吃政府豆腐，他就是很单纯的想说10几年了，然后有异动或什么的空的房子就出租，不就这样嘛，溯及既往酌情处理。
那假设你去抗议，你会发生什么事？我们用最邪恶的角度去看，不知道，因为它这个叫做依个案具体情况酌情处理，都是个案哦。那它也可以怎样？重新核定贷款条件，叫银行重新核贷哦。然后你贷款条件变差的，坏起来会坏成这样。如果他做了，应该又会上新闻。所以我想应该是不至于，我只要表达说他可以这样子做，但是你权衡利弊，对人机关让你酌情处理算了。也就是说，我真的是不建议去钻政府的漏洞。你看多少之前钻漏洞的人，现在都被抬出去了。我们就说最近的新疆一生一次，他打爆多少借人头的投资客哦。政府有提前通知啊？没有啊，认定出来就实施啊，合不合法？合法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 bug 都是还没补上而已。我们光看央行这几波操作就知道，房市有没有变冷？有。房价有没有崩盘？没有，大内高手这个政府下刀是精准，对啊。那你怎么觉得政府都白痴都笨蛋，他都不知道这些漏洞存在？都知道，我不知道。他只要发那个摔过头去聊一聊，什么都知道。要怎么样2招之内就让全国投资客哭了叫妈妈，他都知道。对啊，他都知道了。所以我还是建议你做个诚实纳税人，支持政府的政策，这样对未来才有保障。这个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在做房地产自产是个长期的脚步。不是说我们干一波就走，干一波就走这种打 gank 的没有啊，我们就是猥琐发育，然后慢慢看怎么样，然后变成上路之王这样。这个中间的风险就是那个 GM 官方所以你要配合官方你才能保自己长期的平安只能这样只能这样。不要再来问我钻漏洞有没的，我即使知道，我也不应该讲出去我还得了所以就这样吧你就不要跟政府对坐，政府叫你怎样你就怎样。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说都会拍重大建设吗？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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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哦，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赖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哦，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赖来看看哦。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啊。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就是你只要发动，我说的新青安，旧青安我们先不管哈，你只要发动了新青安，你这间房子就是不能出租。然后你看哦，你新青安不是房贷30年到40年之间，对不对？你房贷30年，好，30年不能出租，贷款40年，40年不能出租。即使你后面在哭说，因为我工作调动，我调去美国3年，房子会空3年，说我出租不行，你房子就是不能出租，一出租就违背新青安的政策精神，你就要把那个补贴利息吐回来，你就要去补那个贷款成数，所以你就是要给我空在那边，没错，这就是新青安的现况，就这样啊。那我们不去讲政府有的没的，是规矩都摆在那边，哦，酌情处理也跟你讲，你还硬要去出租，政府是合法的一方，我们就不讲政府那边哦要怎样，我来讲这种情况之下到底要怎么去操作，哦，要怎么还是继续去累积房地产，这路线已经很清晰了，就是怎样，剧本上就是年轻人你直接用新青安上车，你就先上车再说，小车啊、小房子啊、小公寓都可以，重点在你自备200到250万，你去买到总价逼近1250万内最理想的房子，因为那个新青安补贴1000，然后你就怎样真实自住，规划住满5到6年一趟房地产的周期，或是重大建设落成，明显抬升房价以后，你就要卖，你就必须要卖。卖掉以后用小换大旧换新，你卖掉因为房价涨，你卖掉你拿回来的本金然后加涨幅，你头期款会肥很多嘛。用这个肥的头期款再用自住重购退税，再用首购去买你下一间要住的房子，就这样。此时的首购之后你要怎样出租，那个都是合理的，因为经过这个周期房价向上，你卖掉以后你自备款就膨胀很多啦，可能啊。你当时不是新青安在看1250吗？你可能就可以看到1700、1800的自住房子，那就完成一次房地产自住房的向上跃迁，就这样。你可能当初买公寓5到6的话，你的头期款是膨胀到你可以去买电梯大楼的，好，或者你当初买一个中古电梯大楼2房，膨胀后你是可以去看一样是中古，但是它是电梯大楼3房，就这样自住的向上跃迁。新青安真的就是上第一台车用的，而且你只要未来30年、40年有出租房子的念头，你就要把它卖掉，你之后就要把它脱手掉，就是这样。那既然是第一台车，就是有上到车比较好，车好车坏就再说，反正你之后都会换到第2台更好车，又加上新青安有停止的时间，又加上新青安最近不是被黄国昌说要砍预算，所以看起来新青安就是现在最后的时间窗口。那你还管什么房地产吹冷风，以后怕会跌？你现在你有资格，你就要出手了，对不对？你去杀价杀一杀，合理你就要上车，那你就可以实现把新青安当成跳板。为什么？因为人生无常，你一间房子30年、40年都板不能出租，我说我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大家都做不到。各种工作上、生活上的迁移，就是会出现房子控制在那里，你出租又违反规则会被罚，那怎么办？所以解法就变成，那新青安你真的要把它当做跳板，先上车再说，先成家再说，然后此时目的是什么？扩张，买第2间房子的头期款为目的，之后把新青安卖掉，然后换成首购，反正那时候已经办了，然后换成首购，只有这样子才能解说不能出租，你要长期自产的这一题，很明白吗？不就这样？不然你一旦发动新青安 ，OK， 30年、40年中间都不能出租，内政部自己都统计，国人平均12到15年要换房一次，搬一次家，你自己看你从小到大是不是这个周期12到15年？结果新青安一绑30，反人类，对不对？反国民，我们就务实一点，我也不去哭吧这个政策怎样，我们就思考，就反正政策是这个规则，就好像你在打一场规则很复杂的桌游，你光听那个桌游的规则快半个小时了，那你要怎么打？你们弯弯绕绕，解法就是这样。我已经告诉你了，新青安就年轻人你就把它当成下一间更好的首购房子的头期款扩大之数来用，就这样就这样，这就是目前的版本答案。